好，今天呢，终于把这一款 Galaxy M535G 当成我的主力机使用了2-3个礼拜。那今天就来聊聊我这一阵子的使用心得。那首先第一个，外观的部分。外观的部分我真的必须说，我觉得他们外观处理的非常的好，特别是它背面的处理，每一个光线、每一个角度都有不同层次的美，是美到我会习惯把它萤幕朝下放在桌面上。单纯就只是为了好好欣赏它的背面。那光线照射的情况下，随着角度的变化，每一个颜色的变化都会让人感觉到心情非常的好。那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光线的变化。那不过美丽的事物呢，就是需要时常照顾。这个背面有时候会比较麻烦的一点是，它会蛮沾附指纹或者是手油的部分，那就需要时常的进行擦拭，要不然会有点痕迹在上面。那再来第二点，我觉得做的很棒，就是它的手感。这个手感真的是非常的轻巧，176克真的是一个很舒适的重量，而且拿起来的时候呢，厚度也是体感而出的轻薄。那外加上它的边缘是有弧形的，设计比较偏向圆润一点的设计，整个握持的感觉搭配这个重量，真的是只能用2个字来形容，就是舒服啊。然后接着就是这个价位带手机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就是它的续航力的部分。Galaxy M535G 是具备了5000毫安时的大容量电池，外加萤幕是采取 1080p 的解析度。那我个人本来很期待说，在这样的组合之下，每日的萤幕使用时间应该是可以轻松的突破5个小时吧。不过我这一阵子使用下来呢，每天的萤幕使用时间大约坐落是在4个小时到4个半小时左右。所以说续航力的部分算是中规中矩啦。那至于充电速度的部分呢，它搭载的是25瓦的超快速充电，那10分钟可以充满 20%，30 分钟可以充电 48%， 那花1个小时24分钟可以充满 100%。那毕竟这是一颗5000毫安时的电池，是真的蛮大，那这个充电速度就是还 OK 这样子。那接着我想来聊一下这款手机的性能，也就是来讨论我们联发科的天玑900正美晶片。那这是我第一次使用搭载了联发科晶片的手机，真的是蛮期待也蛮好奇说它的极限究竟会到哪里。那在一般的日常使用情况下，我自己是不会感觉到任何的卡顿或者是反应慢半拍的这种感觉。那搭配这个120赫兹的萤幕，真的是用起来日常的操作是非常的 OK 的。那我通常是很不喜欢跑分的，不过我实在是很好奇这一颗联发科的晶片 CPU 的排名大概是在哪一个区间之内。于是我就跑了 Geekbench 5， 那单核的分数是744，多核的分数是2266分。那上网查一下，这个分数单多核都比 Exynos 1280好，但是不会输高通的 S778G 这样子。那不过说真的，我觉得跑分很难让一般人体验得出实际使用的状况，所以我们就来直接实测游戏的部分吧。那直接召唤我们的好朋友原神。那说真的，我真的不知道这一款游戏是被游玩的时间多呢，还是被当成效能测试的时间多。那首先原神的极限画质，我手动把东西都开到最高，那 FPS 的上限设定在60 FPS。那游玩9分钟之后，发现平均的 FPS 是来到了 26.7 张。那在游玩的过程中是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出高画质的设定对于这台手机是比较吃力了一点。那于是我就把原神的设定调成预设的低画质，但这一次我还是手动把 FPS 的上限调回了60 FPS。那游玩10分钟后，平均的帧数是 36.2 张，那是有比刚才好了一点啦，不过基本上还是没办法跑满60 FPS， 就比较可惜了一些。那不过整体 CPU 的发热状况我觉得是还算蛮不错的。那极限最烫的温度大概就是41到42度左右，不过这种高温的情况其实不常见，也不会持续太久。一般的时候大概都是37到39度左右，那你在游玩的时候基本上是不太会烫手的。那我自己是觉得它的散热做得蛮好，就是当运算量稍微少一点的时候，手机温度是下降的蛮快的。那 Galaxy M535G 是搭载了一款120赫兹 1080p 的 OLED 萤幕。那首先120赫兹的部分真的是让我觉得体验非常的好，整体的操作和流畅度是都有做出来的。不过有一点稍微有点奇妙，就是我觉得它滑动的那个灵敏程度可以再更高一点。那为什么会发现这一点呢？就是因为我切回去 S22 Ultra 的时候，在 S22 的滑动距离就是比 M53 的远很多。那这点就很奇妙，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感觉是可以滑距离再更远一点，让你萤幕显示更多资讯。然后再来就是 1080p 的部分，我必须说这个部分除了刚从 2K 的 S22 Ultra 转移过来的时候比较有感以外，其他的时间基本上是还好的，并不会有解析度不足的那个问题存在。那萤幕的表现也都蛮不错的。但有一点要特别提的，也是比较可惜的一点，就是这一款萤幕是并不支援 HDR 部分，在 YouTube 上也都无法启动 HDR， 这点在观影体验上就真的稍微可惜了一点。那接着重头戏，拍照表现，整体的拍照水准在靠着三星的调教之下有着一定的水准。那特别是主镜头的表现比我想象中的好上非常的多，日照充足的情况下拍摄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是属于那种颜色丰富然后有拉高细节的那种照片，这点其实蛮出乎我的意料的，非常的不错。但是这款手机它的照相也有比较吃力的时刻，那主要会有2种状况比较吃力，第一种就是长焦望远，那第二种就是夜拍的时候。那首先长焦望远的部分是因为它并没有具备一个长焦镜头，所以说望远端的时候难免它的涂抹感就会重上非常的多。那再来就是夜拍的时候，我自己是觉得暗部的细节丢失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这2点就会稍微比较可惜一点。但是除了这2点之外，我自己觉得整体的拍照水准是还蛮 OK 的，一般的日常状况使用也都蛮够用的。然后这是一款具备4个镜头的手机，那很多人都会笑称说它的微距镜头和那景深镜头是战术镜头，就笑说它这2颗镜头其实没有什么功用，只有战术意义而已。但是我必须说，微距镜头还真的是没有什么功用，主要是因为它的画素真的太低了，再加上微距的竞拍距离其实不够近。那我自己会比较想称呼这颗为竞拍镜头而非微距镜头，就比较没办法达到我心中那个微距的那个等级在。但是另外一颗景深镜头就不一样了，我这边必须替景深镜头平反一下，因为它是真的有在做的事的，不要再说它只是存在战术意义而已。你要是把这个景深镜头遮起来的话，你的人像模式是完全无法做背景虚化的部分，所以这一点我必须替景深镜头来好好的讲一下，人家可是非常认真有在工作的。好，然后最后再聊聊一些小小的细项。那毕竟这是一款比较偏向预算款的手机嘛，所以说也稍微带大家了解一下说压低价格之后你做的牺牲大概有哪一些。那首先第一个，也就是很多网友在我开箱影片的时候都有询问到，这一款究竟是单喇叭呢还是双喇叭？那非常不幸的是，这一款的喇叭是单喇叭而已，那声音当然不比那些顶级的双扬声器来得好，但说真的已经超出了我原本对于单扬声器的预期了。我自己觉得这个声音的表现是可以接受的，那我有用过很古老 M 系列那个单扬声器的那种感觉，那个才是真的无法忍受。当然这一款是真的进步非常多，我自己是觉得用起来是还 OK 可以接受的。那再来就是这一款手机支援的是侧键指纹解锁，那基本上一般的使用情况下成功几率非常的高，那速度也非常的不错。但有一点比较困扰，就是洗手之后，假如你的拇指是稍微有点湿的情况下，你去做解锁，这个时候就会比较解不开。在这个常常需要洗手的时代之下，我也稍微提及一下这一点。那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接着一点就是收讯的部分，在相同的地点之下，不论是 WiFi 或者是电信商的收讯，跟 S22 Ultra 比起来的话，收讯的能力是有一点点落差的。就是 S22 Ultra 会收到讯号，但是这款 M535G 就会比较无法。不过在一般的日常使用情况下，就是收讯良好的那些地方，基本上是感觉不出这个差别，所以说就是还 OK 这样子。然后最后要提醒的是，这一款是没有 IP 防水防尘的，也没有无线充电，所以说如果有喜欢这2个功能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好啦，那差不多就是我这一阵子的使用心得啦。那考量到价格的部分之后，我觉得这款手机其实还是有蛮多地方都是做的还算是蛮有诚意的，像是它是有120Hz 的萤幕啊，然后它的外观非常好看，电池容量给到了5000毫安时，充电速度有25瓦。但是现实世界终究是残酷的，便宜的代价就是有些地方会需要做一些割舍，像是 HDR、无线充电或者是防水防尘。但在使用这款手机的2-3个礼拜之中，我有时候也会反问一下我自己，也会反省一下说，我是不是真的会需要每次都用到旗舰款？因为除了拍照的部分以外，其实这款手机大概也都可以满足我日常使用的需求了。那考量到性价比的部分，有时候都会想说，或许我选择这款手机，然后把钱省下来，这好像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我觉得这也是在这个价格和这个规格之下，这款手机最迷人的地方了。对了，如果你是有在考虑 Galaxy A73 的人，而且对 CPU 比较没有要求的人的话，我个人还蛮推荐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一款 M53 的，因为毕竟规格上是非常相近的，而且价格应该是比 Galaxy A73 再便宜一点。重点是台湾是应该是不会上 A73 的，所以说就可以考虑这一款 M53 啦。好啦，那差不多就是今天的影片啦。我也想问问看，你们觉得这一款手机如何？你会想要买这款手机吗？那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吧。那如果你喜欢我今天影片的话，记得帮我点个喜欢，也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那如果你有兴趣小额赞助这个频道的话，欢迎成为频道会员。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悄悄，拜拜。